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夜色沉沉，台北的街道在一片橙黄的灯光下显得模糊而恍惚，远处的城市高楼闪烁着冷色调的光芒，空气中带着一丝湿冷，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不安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他牵着女儿的小手，沿着熟悉的路缓缓前行，路灯下两道影子被拉长、缩短，又交叠在一起，像是某种无声的暗示。妈妈，我们到了吗？女孩仰头问道，声音清脆而柔软，如同夜色中微弱的萤火。她轻轻一笑，揉了揉女儿的头发。快了，过了前面那个红绿灯就到了。女孩点点头，脚步轻快地踏在地砖上，鞋底发出清脆的哒哒声，但母亲的心中却莫名地生出一种沉重感。她环顾四周，街道仍旧熟悉，店铺的招牌还在闪烁，行人匆匆走过，车辆在路口等候信号灯。然而她感觉到了一种说不清的异样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暗处窥视着他们。她下意识地回头，街道依旧如常，只有远处的便利店橱窗里，一位戴着口罩的店员低头整理货架，手上的动作僵硬而缓慢。错觉吗？她心里暗自安慰自己，牵紧了女儿的手。可是她没有发现，女儿的小脸微微皱起，似乎在感知着什么不对劲的东西。妈妈，女孩的声音变得细若游丝，你听到了吗？她一愣，听到什么？女孩没有回答，只是微微侧过头，像是在聆听着某种常人无法察觉的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轻声说，有人在叫我。母亲的心脏猛然一紧，握着女儿的手也顿时收紧了一些。别胡说，怎么可能？她语气带着些许紧张，低头看着女儿。女孩却皱起眉头，眼神迷茫地望着街道尽头。可是有人真的在叫我啊！母亲的后背忽然泛起一阵寒意，她顺着女儿的目光望去，夜色深沉，远处的街灯忽明忽暗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藏在灯光之外的阴影里，静静地注视着他们。一辆摩托车轰鸣着从旁边呼啸而过，他被突如其来的引擎声惊了一下，猛然回神，他苦笑了一下，觉得自己太敏感了。但他没有看到，在他们身后，一个黑影缓缓地从街角浮现，立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，静静地看着他们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夜晚的台北如一座沉睡的巨兽，街灯冷冷地照在地面，映出模糊的倒影。王景玉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，盯着窗外那盏忽明忽暗的街灯，眼神空洞，双手死死地握紧自己的膝盖。脑海里那个声音又开始了，低沉呢喃，时近时远，仿佛有无形的触手在他耳边轻轻拂过。王景玉，王景玉。他的身体僵硬，额头渗出冷汗。他在等你。是谁？是谁在说话？他猛地回头，房间里依旧是沉闷的黑暗，角落里那张破旧的床上堆着皱巴巴的衣物。他的心跳如擂鼓般狂乱，喘息变得急促，手指在大腿上无意识地掐出深深的红痕。他努力告诉自己，外面什么都没有，可是那个声音一直都在。你看见他了吗？王景玉的脑海里闪过一个画面，那是一条幽暗的巷弄，尽头站着一个身穿红色外套的小女孩，背对着他，静静地站在那里。她的影子被拉得极长，像是从黑暗中生长出来的一部分。他想走近，但身体却无法动弹。女孩缓缓地转过头来，刹那间，整个世界仿佛坠入黑色的虚无。王景玉猛然从梦中惊醒，身体剧烈地颤抖着，他喘着粗气，双手死死抓住床沿，指甲因为太过用力而泛白。这是第几次了？这个梦已经反复出现过多少次？他低头看着自己颤抖的双手，突然发觉掌心里多了一道陌生的伤痕，像是被利器划过的痕迹。但他并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受的伤。时间回到案发前一天，街道依旧热闹，行人来来往往，汽车的喇叭声与谈话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种让人焦躁的喧嚣。王景玉站在人行道上，眼神涣散地盯着远处的一家杂货店，嘴唇微微颤抖。他的头痛得像要炸裂一样，脑袋里充满了奇怪的声音和画面，像是一部拼凑错乱的老旧电影。
循环播放着不属于他的记忆。忽然，他看见了她，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小女孩，正牵着母亲的手，蹦蹦跳跳地走在前方。他屏住了呼吸，女孩的背影和他梦里的那个身影一模一样。刹那间，他的世界陷入一种奇异的静默，周围的声音变得遥远而模糊，只有女孩轻快的步伐在他的耳边回荡。他在等你。那个声音又出现了，滴滴滴，几乎贴在他的耳边。他一直在等你。王景玉的指尖开始发冷，他的手缓缓探入外套口袋，指尖触碰到那冰冷的金属，一把崭新的菜刀，刀锋在黑暗中微微闪烁。那一刻，他突然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，或者说，他只是终于听见了那个声音的指引。空气变得沉闷，像是被一层无形的阴影笼罩着。他牵着小灯泡的手，沿着熟悉的街道缓缓前行，心底却浮起了一种莫名的焦躁感，仿佛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正在缓缓逼近。妈妈，小灯泡的声音轻轻响起，带着些许不安。他低头看向女儿，发现小灯泡正皱着眉，眼神游移不定，仿佛在聆听什么。怎么了？他尽量用温和的语气问道。女孩眨了眨眼睛，指着街道的另一侧，小声说，她在那里。母亲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盏忽明忽暗的街灯，孤零零地立在路旁，发出低沉的嗡鸣声，光影在地面上微微颤抖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藏在灯光无法触及的黑暗里。母亲皱了皱眉，心底泛起一丝不安。她蹲下来，轻轻握住小灯泡的肩膀，柔声问道，你看到什么了？女孩的嘴巴微微开合，却没有立刻回答。过了几秒，她低声说道，她一直都在那里，一直都在看着我们。母亲的手指微微收紧，她努力不让自己表现出太多的紧张感，可是她的后颈却忍不住泛起了一阵凉意。这不是小灯泡第一次说这种话了。这段时间以来，她时常会在夜里听到女儿在说梦话，声音轻得几乎无法分辨，却总是带着一丝怪异的低语感。有几次，她甚至听见小灯泡在睡梦中喃喃自语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她起初以为只是孩子的无意识梦呓，可是现在她开始有些怀疑了。没事的，宝贝。她轻轻摸了摸小灯泡的头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。别害怕，妈妈在这里。小灯泡抬起头看着她，眼神里带着一点点犹豫。可是妈妈，她缓缓开口，声音比刚才更轻了一些，像是怕被某个看不见的东西听见。她对我笑了。母亲的心跳猛地一滞，她强迫自己不去往深处想，只是握紧了小灯泡的手，牵着它加快步伐。远处的街灯微微闪烁，灯光下的影子变得扭曲而模糊，像是某种蠢蠢欲动的东西正在等待着夜色彻底吞没他们的时刻。他没有发现，在他们走远之后，那盏忽闪的街灯下，一个模糊的身影正静静地伫立在阴影里，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他们离去的方向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闷感，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母亲牵着小灯泡的手，沿着那条熟悉的街道走着，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云层，洒在路面上，光影交错之间，时间仿佛变得缓慢而扭曲，但他的心却前所未有的紧绷。他昨晚又梦见了那个男人，梦里的街道和现实中的几乎一样，但一切都被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色。小灯泡站在他身旁，抬头看着远方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然后他看到了一道黑影，影子从街角慢慢浮现，像是一道被世界遗忘的裂缝，悄无声息地渗透进现实。母亲惊恐地看着影子的主人，他的脸模糊不清，五官仿佛在不断变换，一瞬间像个普通的男人，下一瞬却像个没有表情的皮囊。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但母亲能感觉到一股阴冷的目光死死地锁定着他们。然后他梦中的小灯泡开口了，妈妈，他来了。他猛地从梦中惊醒，心跳剧烈地撞击着胸腔，喉咙干涩的像是要裂开。那只是一场梦，对吧？但现在当他牵着小灯泡走在现实的街道上，那种熟悉的场景再次浮现，他的手心开始冒汗，指尖微微发凉。妈妈，小灯泡的声音拉回了他的思绪。他低头看着女儿，发现小灯泡的眼神有些奇怪，他没像往常那样蹦蹦跳跳，
而是盯着远方，神情有些出神，像是被某种无形的东西吸引。母亲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街道对面站着一个男人，他静静地站在阴影中，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，微微低着头，嘴角似乎在动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母亲的心猛地一沉，她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她的直觉告诉她，这个男人不对劲。她拉了拉小灯泡的手，想要快步走开，可是小灯泡却突然停下了脚步，盯着那个男人，轻轻地说了一句话：妈妈。他在对我笑。母亲的呼吸骤然停滞，她用力握住女儿的手，心脏狂跳不止，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。她不敢回头，不敢去看那个男人是否真的在笑，她只想尽快离开这条街。可是她听见了脚步声，清晰沉稳的脚步声，伴随着他们的步伐，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。她的背脊僵硬，耳朵嗡嗡作响，脚步越来越快。可是那个声音没有停下，咔嗒咔嗒咔嗒。忽然四周的噪音消失了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，世界变得诡异的安静，像是一部被人为按下了暂停键的电影。他终于忍不住猛地回头，那个男人已经到了他们的身后。他抬起头，露出了脸，他的眼神空洞，嘴角缓缓上扬，带着一种诡异的弧度。他的嘴巴张开了，像是在说什么，但没有声音传出。然后他伸出手，从外套里缓缓地抽出了一把锋利的菜刀。世界仿佛在一瞬间炸裂，母亲的喉咙发出一声本能的尖叫。她猛地拽着小灯泡后退，双腿几乎软得站不住。但那个男人已经冲了过来，寒光闪烁，刀锋划破空气，带着冰冷的杀意。妈妈。小灯泡没有挣扎，他只是睁大了眼睛看着那个男人，嘴巴微微开合，仿佛在呢喃着什么。下一秒，鲜血飞溅，母亲的尖叫声撕裂空气，但她的视线被猩红的颜色所吞没。世界彻底安静了，尖叫、混乱、鲜血，时间在那一刻变得扭曲。母亲跪倒在地，喉咙里挤出的声音破碎而绝望。小灯泡倒在她的怀里，温热的血液不断地涌出，渗透进她的衣服。她的双手颤抖地捧起女孩的小脸，小灯泡的眼睛半睁着，嘴唇微微开合，似乎在想说什么，却发不出声音。周围的行人终于反应过来，有人惊恐的尖叫，有人跌跌撞撞的逃开，还有人颤抖着拿出手机报警。几名年轻的路人扑上去，合力将那个男人按倒在地。他没有反抗，只是睁着那双空洞的眼睛，嘴角仍旧保持着那抹诡异的弧度。他的嘴唇微微蠕动，像是在喃喃低语。他早就知道了，他早就知道了。警笛声从远处传来，越来越近，夜色被红蓝交替的光染成诡异的色彩。然而在所有的惊恐与混乱之中，没有人注意到一件事，就在那道血泊中，小灯泡的嘴角也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微笑。案发后，警方立刻介入调查，审问嫌犯王景玉。然而他的供词异常混乱，不断重复着毫无逻辑的句子。他早就知道了，他在等我，他对我笑了。面对警方的质问，他始终保持那副呆滞而茫然的表情，仿佛一个被操控的木偶。法医报告显示，女孩死亡时面部肌肉呈现一种极其微妙的松弛状态，像是正在微笑。但最诡异的是，在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中，当警方回放关键时刻时，发现画面在女孩被攻击前的1秒钟出现了奇怪的失真。接着在某一帧画面里，女孩的脸模糊地向上扭曲，嘴巴微微张开，如同在低语着什么。然而监控并没有录到任何声音。案发当日，有几位路人无意间拍下了关键瞬间的照片，警方调取这些照片进行分析，却在其中一张照片上发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细节。照片中，女孩倒在母亲的怀里，血泊慢慢扩散，而就在他们身旁，有一个模糊的影子，她立在路灯下，身形模糊，轮廓像是一个小女孩。她低着头，嘴巴微微张开，像是在喃喃低语。而在同一张照片的角落，倒在地上的王景玉，双目空洞，嘴角僵硬的扭曲，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他在看我。他在审讯室里忽然惊恐的低语，
声音抖得不像是人类能够发出的。没有人知道他看到了什么，但就在警员合上档案的那一刻，忽然电灯闪了闪，监控画面里一个细小的声音微弱地响起，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妈妈，他来了。多年后，夜幕低垂，台北的街道依旧繁忙，人群在霓虹灯下川流不息。街角的便利店亮着昏黄的灯光，玻璃门上倒映着城市的灯火。一个女人牵着小女孩的手，缓缓地走在熟悉的路上，她的步伐略微停顿了一下，目光落在前方那个曾经发生命案的地方。那里早已被修整过，崭新的柏油路面上没有任何血迹，周围的店铺仍旧热闹，人们的笑声、喧哗声交织在一起。但他的内心隐隐有一丝异样的感觉。他低头看着女儿，小女孩正仰头望着街道尽头的那盏路灯，神情专注，像是在聆听什么。妈妈，小女孩轻声开口，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女人的呼吸一滞，她的手指微微颤抖，但她依旧保持着镇定，蹲下身子，轻轻地问：怎么了？小女孩的眼睛清澈，却透着一丝奇怪的忧郁。她缓缓地伸出小小的手，指向街道的对面一个立在灯光下的模糊身影。女人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，空气变得无比沉重。她的耳边似乎有微弱的低语声，像是某种被遗忘的回音。她缓缓地转头，看向街灯下，那里什么都没有，但她的脖颈后却传来一阵冰冷的战栗感，像是有人正悄然注视着他们。小女孩轻轻地拉了拉她的手，声音轻若游丝，却带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清晰感。妈妈，我看到她了，那个姐姐，她在对我笑。女人的瞳孔骤然收缩，手心开始冒汗，她的耳朵嗡嗡作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从遥远的时间深处缓缓地爬回了现实。夜风吹过，街灯微微闪烁了一下，她深吸一口气，低头看着小女孩的脸，试图笑着安抚她：宝贝，没有人啊。小女孩却依旧望着那个方向，眼神未曾动摇，嘴角微微张开，轻声说道：她说，你还记得她吗？刹那间，女人的指尖彻底冰冷，她的记忆深处，一道被刻意遗忘的恐惧缓缓地浮上表面。她的耳边回想起多年以前那个夜晚的最后一句话：妈妈，她来了。远方的街灯闪了闪，微弱的光线下，似乎有一个小小的影子正缓缓地浮现。世界陷入短暂的寂静，像是命运的齿轮在无声地继续转动，一切并未结束。